果最近你刷到《好雨之时节》的片段，一定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明明这部剧一开始是从背叛、婚姻破裂和两个受伤的人开始，却硬生生被王浩真和郭雨欣演成了让观众越看越上头的治愈系爱情。尤其是10岁和宋之杰离婚之后的感情线，更是直接让不少观众从看剧情变成了等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为什么一部看起来并不新鲜的都市爱情短剧能够突然冲上热度？为什么王浩真和郭雨欣第3次搭档依然能够让观众产生这么强烈的 CP 感？而最关键的问题是，这对 CP 真正让人上头的地方，到底是甜，还是那种经历过伤痛之后依然愿意重新相信爱情的感觉？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好雨之时节》为什么能够成为近期讨论度不断上升的一部短剧。首先必须说，这部剧最聪明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从甜蜜恋爱开始，它反而从一场非常残酷的婚姻背叛开始。郭雨欣饰演的10岁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却非常清醒的女性，她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可是她原本以为可以平静走下去的婚姻，却突然出现了一道无法忽视的裂缝。她发现丈夫背叛了自己，而更加戏剧性的事情还在后面。丈夫背叛的对象竟然和王浩真饰演的宋之杰有关。宋之杰同样是这场婚姻背叛中的受害者。于是，两个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因为同一场背叛，被命运硬生生拉到了一起。这就是《好雨之时节》最特别的开场。他没有让男女主角因为偶遇咖啡馆、撞车或者误会而认识。他们认识彼此的第一原因，竟然是因为两个人都受过伤。这种设定非常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因为他们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先理解彼此；不是先心动，而是先知道对方为什么难过。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后面的爱情才显得格外特别。从公开剧情信息来看，10岁在发现婚姻问题之后，选择面对现实，而不是继续困在一段已经失去感情的关系里。宋之杰同样经历着属于自己的伤痛。他曾经是医生，后来因为人生中的变故，选择离开原来的生活轨迹，成为一名医学教授。所以，宋之杰这个角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霸道男主。他没有用强势的方式进入10岁的生活，也没有一上来就说什么轰轰烈烈的情话。他的方式非常克制，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安静。但也正是这种安静，让这个角色越来越有味道。因为真正让观众心动的，从来不只是一个男人说了多少句甜言蜜语，而是他在你最狼狈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出现。剧情里有很多类似的细节，比如10岁需要帮助的时候，宋之杰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他不会用夸张的方式证明自己有多爱，而是通过一个个很小的动作，让10岁慢慢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这种感情发展非常符合成年人的爱情逻辑。经历过背叛的人，往往不会因为一句我喜欢你就马上重新相信爱情。他们更需要的是安全感，是尊重，是边界，更是一次又一次被认真对待之后，终于敢把自己的心重新打开。而这恰恰就是《好雨之时节》让观众觉得甜的原因。它的甜并不是单纯的撒糖，而是两个受伤的人在慢慢确认对方不会再次伤害自己的过程中产生的甜。这就不得不说到王浩真和郭雨欣之间的化学反应。两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此前他们合作过《国民老公带回家》和《流星》，因此《好雨之时节》也被不少观众称为两人的3搭。第一次搭档的时候，观众看到的是新鲜感；第二次搭档的时候，观众开始注意到默契；到了第3次，很多观众已经会下意识期待他们站在一起的感觉。这其实就是所谓的 CP 感。CP 感并不一定意味着演员现实生活中存在恋爱关系，恰恰相反，公开信息显示，两人更多是默契的荧屏搭档，
所谓国民 CP 的称呼，主要来自观众对于他们影视合作的喜爱。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戏里的10岁和宋之杰，也是王浩真和郭雨欣在镜头前呈现出来的角色关系。而他们这一次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急着让人物谈恋爱，他们让感情慢下来。故事的主要空间被放到了大理、苍山、洱海、烟雨、酒店以及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场景，让整个故事拥有了一种很特别的呼吸感。城市里的婚姻失败把2个人推到了大理，而大理又像是给了他们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10岁可能一直是那个在婚姻中不断忍耐的人，宋之杰也可能一直背负着自己的过去。但是来到新的地方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过去的身份，没有谁要求他们必须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只是2个普通的人，2个刚刚经历人生低谷却又不愿意彻底放弃生活的人。于是爱情开始变得非常自然，他们住得很近，工作上产生联系，生活中不断遇见，有时候只是简单说几句话，有时候只是一个眼神，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用说，观众却能够感觉到2个人之间的距离正在一点一点缩短。这种慢慢靠近的节奏也成为《好雨之时节》最容易让人沉浸进去的地方，尤其是在2个人真正完成离婚之后，感情才逐渐进入新的阶段。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如果男女主角在双方婚姻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暧昧，那么这个故事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不适。但《好雨之时节》选择先让2个人处理各自的婚姻，再让新的感情开始，这就让他们后面的每一次靠近都更加有分量。他们不是在逃避旧关系，而是在结束旧故事之后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所以观众看到后面会越来越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这2个人真的很适合，不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同样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方经历过什么。10岁需要的不是一个替他做决定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尊重他选择的人。而宋之杰也不是需要一个拯救自己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理解自己过去的人。这就是双向治愈真正动人的地方，不是一个人拯救另一个人，而是2个人在一起之后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再看看王浩真饰演的宋之杰，这个角色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克制，他不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就立刻把所有情绪全部说出来，很多时候他更像是在观察10岁什么时候需要帮助，观察他什么时候难过，观察他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相信自己。而这种克制反而制造了大量让 CP 粉疯狂截图的瞬间，因为观众会开始主动寻找细节，他为什么突然停顿？为什么这个时候看他？为什么明明可以不管，却还是出现了？为什么一句普通的话，在这个角色嘴里听起来却特别温柔？这些细节就是短剧最容易形成传播的地方。观众看完之后，不只是讨论剧情，还会把一个个互动片段剪出来，然后重新分析，再重新磕。于是，一个原本很简单的剧情就被观众不断放大。这也是为什么王浩真和郭雨欣的 CP 热度能够持续。他们之间真正让人上头的，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暧昧，而是那种很自然的生活感。郭雨欣饰演的10岁，也并不是一个只等男主拯救的女主，她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判断，也有自己的底线。她经历婚姻失败之后，并没有把全部人生寄托在另一个男人身上，相反，她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找回自己。这让这个角色更加现代，也更加容易获得女性观众的共鸣。因为很多观众真正喜欢的，不是离婚之后立刻遇到更好的男人，而是看到一个人终于敢于离开错误的关系，然后重新开始。爱情只是他新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他唯一的答案。所以当10岁和宋之杰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观众才会觉得甜。因为这份甜是建立在两个人都重新站起来之后，不是伤口还在流血的时候就急着用另一个人覆盖过去，而是伤口慢慢愈合之后，终于愿意再次拥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好雨之时节》上线之后能够快速引起讨论。公开报道显示，这部剧于2026年8月14日上线，开播首日红果热度值达到8485万，并引发了大量关于剧情和角色关系的讨论。当然，热度并不意味着所有观众都完全没有争议，也有观众认为前期节奏相对偏慢，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慢恰恰也是它区别于很多短剧的地方。如今很多短剧习惯在几分钟之内不断制造冲突，身份反转、打脸、复仇、霸总、误会，一个接一个。而《好雨之时节》却愿意留出空间，让人物喘口气，让两个成年人真正经历一次从陌生到理解再到信任的过程。这也是它能够产生后劲的原因。观众第一遍看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甜，第二遍看的时候却开始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小细节，第三遍再看甚至会觉得原来宋之杰早就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10岁，而10岁也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个男人当成了自己可以依靠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后劲，不是看完以后马上结束，而是看完之后还会忍不住回想，如果是你在经历过一次婚姻背叛之后，还会不会再次相信爱情？如果遇到一个真正尊重你的人，你会不会愿意重新打开自己的心？也许《好雨之时节》真正想告诉观众的，并不是离婚以后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而是当一段关系已经失去幸福的时候，人依然有重新选择人生的权利。而王浩真和郭雨欣这一次的三搭，刚好把这种感觉演了出来。他们没有把爱情演得特别轰轰烈烈，反而把很多最普通的瞬间演出了让人心动的感觉。一句关心，一次等待，一个眼神，一次及时出现，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很小，但对于经历过伤痛的人来说，却可能是重新相信爱情最重要的证据。所以，如果你问这对 CP 为什么能够让观众疯狂追剧，答案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会撒糖，而是因为他们终于让观众相信了一件事情：真正好的爱情不一定是让你心跳最快的人，有时候是那个让你终于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人。好雨之时节的雨，也许淋湿的是过去，但真正留下来的是两个经历过风雨的人，终于在对的时间遇见了愿意认真对待彼此的人。至于王浩真和郭雨欣戏外究竟有没有可能发展成真正的情侣，目前公开信息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所以，与其把戏里的甜直接延伸到现实，不如把这份心动留在角色之间。毕竟演员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让观众相信他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两个人。而这一次，王浩真是宋之杰，郭雨欣是10岁。他们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段爱情，更是两个成年人在经历背叛之后重新找回生活勇气的过程。也许这就是《好雨之时节》真正爆火的秘密，不是狗血，不是套路，而是两个破碎的人在大理的风和雨里一点一点把自己拼完整，然后在终于准备好的那一天重新爱上一个人。如果你也被王浩真和郭雨欣这对 CP 甜到了，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宋之杰和10岁的哪个互动瞬间？你觉得他们是短剧里最有化学反应的 CP 之一吗？也别忘了订阅频道，每天带你一起追踪华语娱乐圈最热门的话题，看看那些让全网疯狂讨论的明星、影视剧和 CP 故事。我们下一期再见。